你敢相信開一艘護衛艦竟然只要90人？沒有經常盯着水面大區看的小夥伴可能還不了解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一般來說，開一艘現代護衛艦的編制人員通常要在200人，比如美國的星座級。如果是日本的朝霧級和對岸的052C D 型，想要開動他們，編制人員更是來到220人大關。如果加上維護與大量地勤，人數只會更多。至於原因也不難想，一般的護衛艦大都分為雷達、武器、輪機、航管等部門，只有近200人左右的編制才能實現其正常運轉。但日本卻在最近揮手不是抱歉，是老弟你還得練。想要開動他們打造的最上級護衛艦只需90人，幾乎少了整整一半人數。那麼這艘日本最新服役的最上級護衛艦為什麼只需區90人就能運行？它憑什麼能被曾經的美軍駐日驅逐艦指揮官布拉福德譽為同類型軍艦中最佳？它又將如何改變印太海戰？現在全球对最上級最大的討論點是，它船員為什麼這麼少？說實話，當大家來到最上級指揮部時就會明白了。想象一下傳統的驅逐艦指揮部是什麼樣子，那叫一個煙火氣十足，雷達、聲納、武器控制、電子戰、輪機監控，幾十個官兵密密麻麻擠在一個光線昏暗、充滿核辐熱的艙室裡，每個人都戴着沉重的耳機，死命盯着面前那個只有巴掌大的綠色示波器或者单色液晶屏。雷達員發現了不明光點，得先通過机內通話系統喊一嗓子，艦長收到匯報，得再問武器官彈藥參數，武器官還得核對參數。但當你踏進最上級的數字化戰鬥信息中心 CIC， 你會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誤入了星球大戰裡的死星指揮部。它的指揮艙被一圈巨大的環繞式的全景多功能顯示屏幕給包圍，請注意，是真正的360度无死角视頻牆。它是一個高度整合的數字化窗口，利用分布在全艦甚至是天上的無数個传感器，將雷達波束、声纳回波、红外影像以及艦載無人機傳回的實時 4K 信號，全部通過一套名為 OYX129 的信息處理系統進行視覺化融合。所有的原始數据都被 AI 自動轉化成了極其直觀的類似於頂級 3A 大作的高清遊戲界面，直接投射在這個圓周形的屏幕上。官兵們坐在一圈類似電競椅的座艙裡，每個人面前的觸摸屏都能隨意切換職責。以前需要10幾個專家反復論證的目標屬性，現在 AI 會在 0.1 秒內幫你標注出威脅等級、預計攔截路徑以及摧毀概率。操作員只需要動動手指，就像在平板電腦上切水果一樣，完成從鎖定到發射的所有動作。但這僅僅是表面功夫，最狠的是日本人在轻机艙玩的無人化消失術。大家都知道，一般戰艦最吃人手、最苦、最累的地方，其實是那深不見底的動力艙。為了維護這台巨大的柴油機和那台燃氣輪機，傳統軍艦必須派出一支龐大的輪機小分隊，24小時輪班守在那些金屬巨獸旁邊。地勤維護人員的人數往往能占到整艦編制的1/3。但在最上級身上，日本海自引入了 M0 無人化機艙概念。這艘5500噸的巨獸發動機艙在正常航行時竟然完全空無一人。30重工在所有關鍵動力節點上布置了超過數千個精密傳感器，所有的振動頻率、溫度曲線、燃油流量數據全部通過光纖網絡實時傳輸到 CIC 的數字化終端上。艦長或者值班軍官在控制台上撥一下操縱桿，就能像開特斯拉一樣，從靜止切換到30節的狂飆模式。甚至連發電機排出的廢熱都被導向了海水淡化裝置和空氣循環系統，大大提高了整船的能量利用率。這樣激進的設計雖然讓傳統派感到不安全，但也讓不少前線指揮官直呼內行。因為在現代海戰中，人類的生理極限往往是最大的瓶頸，減少了人的疲勞干擾，往往意味着戰鬥意志的絕對穩定。根據自由時報報道，前驻日驅逐艦指揮官、現任亞太安全問題執行董事布拉福德就表示，在同類型軍艦中，最上級無疑是表現最佳的型號。那麼既然人少了，這艘船的生存能力和多用途戰力會不會因為崗位空缺而大打折扣？想要知道最上级的戰力，我們就不能只盯着他的5英寸主炮看，而是要先看他的腦袋，也就是那根電線桿。這根桅杆是全稱為獨角獸的一體化複合桅杆，表面光滑平整的，簡直像是一塊巨大的黑色玉石。
你看不到傳統軍艦上那些亂七八糟的蜘蛛網狀天線雜亂的雷達架，或者是隨風飄蕩的通信繩索。為什麼要搞成這樣？答案只有一個字：藏。在雷達波的眼裡，任何細碎的金屬凸起或90度的垂直平面都是絕佳的能量反射源。最上級通過這種高度整合的傾斜式桅杆設計，配合上折角極其分明的隱身艦體，甚至連前甲板的起錨機、機纜樁都通通收進了隱蔽的護板內，成功在電磁波的世界裡實現了神隱。當你在雷達屏幕上只能看到一個若有若無的小亮點時，你可能會以為那只是一艘迷路的破舊漁船，或者是一塊漂浮的浮木。但可能在此時，最上級那門127毫米的馬克45艦炮已經完成了自動裝彈，雷達已經死死鎖定了你的雷達陣列。當你反應過來，馬克45艦炮早已呼嘯而至，而桅杆內部塞進的 X 波段 OPY-2 多功能雷達更是一個全能的偵察尖兵。它不是傳統的機械掃描雷達，而是採用了氮化鎵技術的有源相控陣陣列，把搜索、跟蹤、火控甚至潜望鏡搜索功能全部整合在一起。這樣的設計讓它在面對飽和攻擊時，反應速度比傳統的雷達快了整整一個時代。但最讓人震撼的其實是最上級艦種代號裡那個神秘的 M。 這個 M 自然不是抖 M， 在國際海軍的分級裡 FF 代表護衛艦，但日本給它的代號是 FFM。 這個 M 代表的是 Man 和 Multipurpose。 大家注意看它的艦尾，在寬大的直升機甲板下方有一個巨大的類似於2棲登陸艦才有的專屬艙門，這在全世界5000噸級的護衛艦裡簡直是僅此一家的異類構型。這個艙門裡藏着30重工研發的最先進無人潛航器和無人水面載具。在印太地區這片刀角密布、暗礁林立、水深極其複雜的區域，傳統的掃雷和反潛不僅危險，而且效率低到讓人想撞牆。最上級卻是一個深海無人機母艦，它可以停在幾十公里外的安全海域，像放风筝一樣釋放出一群水下智能機器人，利用 OQQ-R5 變動深度聲納系統進行多靜態全方位的水下掃描。不管是對手在航道裡悄悄布下的超小型感应水雷，還是試圖借着複雜地形搞突襲的最新型常規潛艇，都會被這套水底全息影像系統抓個正着。另外，最上級不僅能通過 VLS 垂直發射系統打出07型反潛火箭，它還預留了極其龐大的軟件升級空間。這意味着它在未來可以指揮成百上千架刺殺式無人機，不用親自下場，在幕後就能將對手轟成渣。說到這裡，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既然這艘船技術這麼高，隱身這麼強，人還這麼少，那麼它的造價應該很嚇人吧？我只能說，確實很嚇人，因為它的造價竟然只要美軍同類艦艇的一半。在波詭雲譎的國際軍火貿易場上，價格標籤往往和武器參數一樣，能決定一個國家的戰略生死。美海軍最新的星座級護衛艦雖然採用了成熟的歐洲母型設計，但由於美軍那套冗長的採購流程和日漸枯竭的供應鏈，第一艘的造價已經飆升到了驚人的14億美元。這還沒算上後續因為設計變更和工期延誤導致的超支費用。目前美國國會正在為了這事兒跟海軍吵得不可開交。與此同時，日本30重工拿出的這款最上級標價竟然只要 7.1 億美元。也就是說，買一艘美軍星座級的錢，日本能給你整出整整2艘完全武裝的最上級，而且還附贈一身的隱身涂層和那套科幻到極致的 CIC 指揮系統。也就是說，同樣是1000億美元的軍費預算，買美國的船只能造7艘，買日本的船你能一口氣下水14艘。最上级的性價比實在高得嚇人。畢竟在面對未來印太地區可能爆發的大規模海上消耗戰時，數量就是決定勝負的砝碼。這也是為什麼向來仰高于頂、非美系武器不買的澳大利亞政府在今年4月直接簽署了總價值65億美元的肥約，不僅從日本引進了3艘原裝最上級，後續還要在澳洲本土額外再造8艘。他們看中的正是日本這種恐怖的生產穩定性。不過30重工也是夠意思，他們甚至在合同裡豪橫的承諾，雖然目前的標配版只有16單元垂發，但後續提供給澳洲的超級最上級排水量將進一步放大到6200噸級，可以輕而易舉地預留出32單元甚至48單元防空導彈的位置，即先做平台再打補丁。跟美軍的伯克級和 F-35的進化路線如出一轍，無疑體現了日本在艦船頂層設計上的務實。但是人無完人，艦更無完艦，這種僅需90人操作、造價極低的戰艦，
難道真的就是近乎完美的海中死神嗎？在我看來，最上級最大的隱患大概在於戰損後的損害管制能力。大家都知道，海軍有個真理，軍艦被打中後起火、漏水、電力中斷，那絕不是靠電腦程序能搞定的，那是需要成群結隊的水兵拎着沉重的滅火器，扛着加厚的堵漏板去跟死神玩命的。美軍之所以在5000噸級的船上堅持200人編制，就是為了保證，即便在激戰中炸掉了一半的人手，剩下的那一半依然有足夠的體力把滿目瘡痍的戰艦開回港口。而最上級如果遭遇了飽和攻擊後的重創，這90個人分散在各個無人化的機位上，人手的密度確實已經低到了臨界點。在滅火、排煙、營救傷員同時進行的情況下，最上級可能會面臨無人可用的絕境。但這也是日本面對招兵荒的無奈了。你認為最上級的不足在哪裡？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儘管最上級還談不上完美，但我們依然不能忽視其在未來可能印太海戰中的重要作用。在 AI 和電動化时代，我能通過極致的隱身結構讓你捕捉不到回波，通過最先進的有源雷達讓你無法實施電子干擾。如果你連我的方位都抓不到，那所謂的損管壓力也就成了偽命題。以攻代守就是日本海自對未来海戰模式做出的終極回答。目前日本早早放寬了實施数十年的武器出口管制，最上級得到大量买家的青睞，甚至可以說賣爆了。不難想象，隨着澳洲、印尼、新西蘭甚至菲律賓的陸續加入，一個圍繞着最上級這個通用平台打造的隱身網絡，正像一張無形且帶刺的大網，悄然在西太平洋的每一條關鍵水道上閉合。這個網絡不僅鎖死了敵方的遠洋出路，更在無形中畫出了一道無法逾越的技術紅線。總的來說，最上級護衛艦是一艘為了適應沒兵時代而生的求生之艦，也是一艘充滿了進攻性、帶有一種冷酷美感的擴張之刺。它在自動化、成本控制與逆蹤設計上的成功，等於在告訴全世界，在未來的海上爭奪中，比拼的可能不再是誰的噸位大、誰的人頭多，而是誰的算法更狠、誰的鋼板焊縫更耐腐蝕、誰的船員可以更少。當你下次在雷達顯示器上看到一個忽明忽暗、像海鳥又像砸波的亮點時，請你一定要保持最高級別的警惕，因為那可能就是一艘載着90個冷靜天才和無數 AI 大腦的戰艦。別惹最上級，因為它的背後是一個已經甦醒的工業巨獸。好了，本期關於日本最上級護衛艦的深度解析到這裡就結束了。各位認為在未來的海戰體系中，是這種90人開大區的數字化激進路線會成為主流，還是美國那種多種於後編制的傳統路線更穩固？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們的見解。如果你喜歡這種專業硬核的視頻，別忘了長按點讚，給個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打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動性，对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